头，这事儿太难办了。你说，从女人嘴里问点话，那不比从河里捞金子还难？之前你让查的那小书童那事儿也是，到现在没音信。那现在又要查那位娘娘，难办也得办，都叫别人去查，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。哎，头，你看那不是纸姑娘吗？车上可备有便服。背了背了。这么晚了，终于得空了。芍药等了你一日，实在是困了，我就先让他回去了。怪我，不能带着他。像芍药这样无忧无虑、不必奔忙的人，又有几个呢？你吃东西了没有？放心，同家里做的一样，很干净的。谢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哦，不用，再过半个时辰，这些粥也就吃完了。钟叔会来接我的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那个，等一下，过节应个景，辟邪保平安。我帮你带。快回去吧。哥哥，你身手好，你来当五个先生，我不就天天的看到你了吗？年远事繁，这些年来，我东奔西走，换过不少书童，散落四海，真不知道司使说的是哪一个。你要找武先生的事情，有眉目了吗？这两条腿的武先生比文先生还难找。上次你给我的袖剑，我试了几次，总是瞄不准。等到时候找到了武先生，还要和他好好学学。你看我如何？哪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，非要听人家夸你？之前还说，若有什么帮得上忙的，你尽管开口。看来花大家主压根就没当真了。那若是你有认识的武先生，能否替我推荐一二？我想应聘你家武先生。你别同我说笑，你要是手头紧，芍药的食宿费可以先免掉。你为了不聘我，连300食宿钱都要折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若是愿意来，你若是能来，怎样？那自然是很好的。我又不是什么金尊玉贵的人，来当你家武先生还能委屈了我？我总是觉得，你生来就不是忙于奔劳的人，感觉你心中所想之事，也并非保暖之事。那去你家应聘武先生还有什么条件？你索性一块说了吧。不必，你明日便能来。好。那从今日起，全听东家差遣。怎么，要变卦？我是不是太黑心了？哪有一天都不让人休息的？你还知道啊？从府上出事到现在，你又可曾休息过一日？那恐怕我们都是一马心如命了。注定一身劳碌。这户人家原来是个小作坊，这个地方是囤货用的。眼下虽然简陋了一些，不过以后会慢慢添置的。不耽误。我在军中那会儿，教场就是片荒地，草比人还高。这边是学堂，那里是内院。这儿虽然不大，也算是五脏俱全了，说不定住起来比城外还方便。是啊，
我听说，你们家在城外的庄子是御赐的。是太后御赐的。太后？太后与你们家还有关系？应该只是早年相识吧。自我记事以来，没有听说过太后与我家有什么关系，更别说什么庇护了。哦，这家里不大，你随便看看。我去给你收拾间屋子出来，夜里你就凑合住下。不麻烦，白日里我来教孩子，晚上回去住也一样。总要有个休息的地方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家里也不大，你可以随意走走，认一认地方。我也同他们说过了，你本就要教他们武艺，你不必觉得不便。好。这是谁呀？姑娘说进来人手不够，这是我从外头调来的雇工，他先前是抬果子的，可那活实在不适合女孩做，我就让他来府里帮忙了。哦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张。我问你叫什么，又没问你姓什么。你是不是傻了？这乡下的女孩哪有名字？对哈，我遇到姑娘之前也没名字，我叫鲍夏。见过姑娘。这哪来的小母鸡啊，还咕咕咕的。人家新来的，你可别欺负人家。哪有？妈，我带你去我们房间。闲的，闲人，别理他，快走。迎春，我把学堂旁边又收拾了间屋子出来，但是这件事情我实在是不在行，你帮我去看看还有什么要添置的。好，咱们又有信先生了。是，近日厨房忙不过来，我从外头调了几个丫头来府里搭把手。不安排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负责浆洗缝补，都是些老实本分的姑娘。虽然手笨了些，但我回头教一教就好。姑娘你放心。姑娘，你这样看我做什么？咱们迎春管事啊，做起事来是越来越有模有样了。那总归大半年了，我要再不着调，姑娘你该撵我走了。那话也不是这么讲，要是鲍夏、福东来做这份差，光说性子就不合适。这以后啊，你手下的人会越来越多，你也会越来越忙。我不怕你忙，姑娘，你只管运筹帷幄，我呢就做好你的女萧何，调兵遣将。哎呀，险些忘了，你快去准备些吃的，咱们给燕先生送过去。燕先生，这个公子好生精巧，我英俊呀，真进了。此处应当就是花老夫人的住处了。开个玩笑，别介意嘛，兄弟。这位兄弟继任了武先生，想必身手不错，敢不敢比试比试？喂，刚来就跟我小爷摆谱，你想不想在花家待了？我在花家待得待不得，是你说了算的。我爹是护院总管，这一大家子从上到下都得仰仗我们爷俩。是吗？那真是失敬了。少啰嗦，敢不敢比试？李继宗，你做什么？放开他！大姑娘，我听说你新聘了个武先生，我这来跟兄弟切磋切磋呀。燕先生刚来任教，我找他还有事情，没有空跟你切磋。好吧，那就等下次机会吧。你没事吧？他伤着你没有？你放心，他在这个家待不久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头一回有人这么跟我说话。他就是个无赖，他不管说什么都别放在心上。我说你，从小到大，他们总是催着我，让我去做些难事、闲事。
还是头一回有人挡在我前面，问我受委屈了没。走吧，我带了点点心和姜水。嗯。我比你还是要好一些，至少祖父是疼爱我的。如今虽然花家败落了，但你和芍药只管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。以后再是要有人欺负你们，不要不敢说，只管同我说，我不会再让你们受委屈的。告诉你干嘛？让你去打他一顿，替我出气。这办法总会有的嘛，不能一来也能智取啊。若花家当真与太后有私，恐怕陛下不会再放过他们。哎，头儿怎么跟你说的？这事儿查出眉目来了，香油钱和信都是送到善化寺的。这个苏嬷嬷每半个月去上一次香，她就把信给取了。花家这次跟这事儿脱不了干系。头儿说了，想要查清楚这件事儿，他得离开一段时间，亲自潜入花家。我跟你说，头这一潜就不知道潜的什么时候了。以他的身手啊，放心吧。哎，咱们隔壁好像是大姑娘的住处，就隔着一道墙。今天早上我还看到她走过，年纪轻轻的，看不出来是那样厉害的人。大家手上的活都做得怎么样了？做完了，做完了就去休息吧。是。吃吧。特意挑了个最大的给你，你自己怎么不吃啊？梨可不能分着吃。今天练得不错，但以后也要每日勤加练习。那个大家伙的脾气可真好。被他踢断腿的人，没有10个也有8个，也就看你顺眼。燕先生可真是会变着花样拍东家的马屁啊！那是啊，要是冷落了东家，我饭碗不就没了？要不你教我骑马吧？怎么突然想学这个？当初祖父他们出城的时候，倘若我会骑马，就能早些见到他们，多说上几句话。而且我也迟早要去北地的嘛，我还想去很多更远的地方。如果我会骑马，我一个人哪儿都能去。当初让祖父教我，可他是个书生，也只会坐车坐轿。别拉这儿，要拉住缰绳。不行，我一拉住他就摇头晃脑的，我会掉下去的。不会掉的。这坐在马上的是我，掉下去也不是你啊。行，即便你掉下去，我也能接住你。嗯。哎。没骗你吧？燕西，你吹口哨干嘛？我学。
这就是那位武先生吧？他就是我哥哥。我让叶先生教我骑马，没有想到我一坐上去，马就跑起来了。这马烈得很，除了我之外，不服任何人管束。你今天是不是还没有跟护院们训话？哦，芷姑娘不说我倒忘了，老夫人，失陪了。且慢，转一圈我瞧瞧。去吧。告辞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哥哥。哥哥，我刚刚看你跟花姐姐骑马好厉害，以后带我一起骑呗，教教我。哥哥，你慢点。祖母，都怪我。都怪你什么？是匹好马。祖母，这燕先生的马脾气不好，你离远一些。不用那么紧张，你呀就是绷得太紧了，像根弓弦子似的，硬邦邦的。那马一动，你不就摇摇晃晃了？先松下来。你看给咱们后厨送货的那驼马了吗？他身上那个带子是软的，挂在马身上就是稳稳当当的。如果是个硬邦邦的硬棍子，那马一动，它不就掉地下了吗？要学御马呀，先记住一条，手里的缰绳，无论如何遇到什么事儿，都不能扔掉它，不能扔掉把握方向的决心。无论是御马、御人还是御事儿，都要学会顺势而行，求得一个张弛有度。这马的力量大，你的力量小，要学会借力借势，才能四两拨千斤。祖母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只当我是深宅大院里什么事儿都不会做的老妇人是吗？我又不是生来就这么老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偏爱骑烈马喝烈酒，全皇城的少年郎都追不上我。是匹好马。我年少的时候，侯府的大门可关不住我，我娘一个不留神，我就骑着我那桃花丛到郊外打猎去。那踏雪生汗珠，鞍笛卷旋毛，真是一匹漂亮的好马。哎，那回我那桃花丛被大风迷了眼，误打误撞就跑到一个破屋边上，我也进那破屋去避风了。你怕什么？我又不吃了你。那后来呢？那人是谁？成了你祖父。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暖手桶啊，你快试试，是用野兔子皮做的，可暖和了。是前些天我亲自打来的野兔子，亲手缝制的。
你怎么能杀生呢？你不要送了，我送别人了。别，多谢姑娘。不用谢。谁能想到，我就陪上了一辈子。我还以为是祖父中举之后才与祖母有了婚约，那都没意思。帮下周续的事儿，我不屑做。我的父亲是侯爵，母亲是郡主。我喜欢上一个穷小子，结果在府里闹得翻天覆地。但很快，你祖父就考上了状元，彻底没话说了。那要是没有中榜呢？祖母还看得上祖父吗？没考上也没什么呀，我都想过，大不了我就跟他私奔，天大地大，还能饿死我们俩不成？我看上他的也不是什么才学、功名，是人品和气质，都不是。我是看着他，我那天进那破屋子里啊，哎呦，有长得这么俊俏的小郎君，我的心就……祖母心在那儿，就是在这儿跳的，砰砰砰的跳。后来我跟你祖父一路走来，他的官越做越大，子女们也都长大成人了，我就从侯府的小女儿，变成了花家的老夫人。整日里我要严肃，要公正，还要不苟言笑，也不能出去打猎饮酒，不能玩。那以后我陪祖母喝酒。不喝了，小少爷说了不能喝。孩子啊，别听那些闲人的胡言乱语，看什么家世门第、前程功名，那是寻郎君吗？那是做买卖。要是有一天有一个人让你的心也在这儿砰砰的跳，记住了啊，那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喜欢那武先生吗？祖母，我没想过这些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问问自己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。我每一次遇见他，我心里都很高兴。他来见芍药，我就总想同他说话。有些话我也只想同他讲，我也不为了问什么。就是想说给他听，那这就对了。我觉得我心里是喜欢他的，但我现在是花家的当家人，百废待兴，我不能向他许诺什么。这你就想错了，记住了，无论为了多少人，无论是多大的事儿，莫要负了青春。倘若有一日你心里有了答案，无论是谁，只管来告诉祖母。我要亲手为你置办嫁妆，要高高兴兴、风风光光的送你出嫁。雪儿明白了。刚才我已经相看过了，是个高挑俊朗的小郎君，只是比你祖父略差了那么一点点。那是。啊，对了，小少爷跟我说，那穆先生讲课晦涩难懂。我知道。我已经在抓紧时间找些年轻的先生了，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好，那你就去忙吧，我再坐会儿。再来。刚才你看见他们俩骑马的样子了？照这个学法，3年5年他也学不会呀，那心思就没在那马上。你说的是。把那后生叫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老夫人。今日我不问你前程，也不问你出身，只问你一句：你对我家芷姑娘如何想法？
如何想，如何说便是。他有胸襟，有胆识，胜过世间千万人。就这些。他心中无浊气，有静气，沉似水，静如风。倒是看出几分侄儿的性情。不过，你没说实话。老夫人想听什么？不是我想听什么，是你在想什么。我是侄儿的祖母，今日就倚老卖老，问你这一遭。晏先生，你不必急着回答我指望你好好想一想，问问自己的心，什么时候有了答案，想明白了，不用告诉我，该告诉谁，你知道。好。侄儿是个外热内冷的孩子，望你不要让他等得太久，更不能骗他。花大姑娘，好啊，交个朋友，玩会儿。快走，快走！什么人呀，跟我们家小鸡小鸭似的，光跟人还叫。别走啊！哎呀，还不如咱家小鸡小鸭呢。他们把你当成了你花姐姐，故意想欺负咱。赶紧走！啊！哎，他们欺负花姐姐。妹，他不走了，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快去找他。就是。走了这是。你就是那个。芍药，你不是花指？你记清楚了，我叫芍药，你再欺负我花姐姐，你试试。泼彩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真跟完了。他以后再来找花姐姐麻烦怎么办？拿针扎他。我毒死他啊！行行行，快走吧，别叫姑娘担心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快走。没追过来吧？好你个沈二啊！哎，就你还要给我们看好戏呢啊！不行，哥儿几个快给你笑死了！就是。白日赚了159，晚上花去了32，利是多少？127。对了，姑娘，他们看我挨家挨户都在谈，生怕便宜了别降，都自个儿争着降价呢。到最后的价都比之前低1半多。中间这家棺材铺价格是最低的，房屋也是新建的。不用选了，3件都要。你找人把这3件的墙打通，连成1件，靠着河的那一边要开窗。好。这可是大案呐！泡，不是刨，傻的呀你！蹲下。姑娘，你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可以啊。那些信若当真与凤翔宫有关，陛下定不会放过花将。我已辜负了花旨，
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。待花纸忙完这阵，缓一口气，我再差不迟，得帮花家找到斡旋的方法。哎，走，快！前面新店开张了，哎啊！